我们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而且100%都是预制菜。这个罗永浩，你把话说的那么极端啊，这就是砸我们牌子嘛。他们是5个人点了15道菜呢，只有2道菜没吃完，葱姜烤鱼和嫩烤羊排没吃完。我们说明天开始就全国370家店同时开放。就是这个罗永浩菜单同时开放。如果我们是确实是有那方面的那个什么，那我们该改就改，该认错就认错，该改就改。但是他是真没有。大家好，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精彩的商业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呢是西贝莜面春，对，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都去吃过的餐厅。2005年9月份，网络段子手罗永浩他随手发了一条微博，结果掀起了轩然大波。他就说了一句话，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本来嘛，这个可能只是一次消费之后的吐槽，完全可以通过沟通来化解的公关小风波。但是你猜怎么着？西贝的老板贾国龙他居然选择了正面硬刚，而且刚得特别离谱，他精准的刺破了西贝精心维护了10余年的品牌形象，最后把自己给刚到了悬崖边上。这个绝对是最近我见过的最具有戏剧性的企业公关灾难，没有之一。一个价值60多亿的餐饮帝国，眼看就要 IPO， 然后就这样被自己给玩坏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贾国龙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不理智的决定？而这背后又到底暴露了什么问题？今天的视频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这个事儿。我准备用5个部分来跟大家细聊。首先我们看一看西贝是怎么样把一个小火苗硬生生的给煽成大火的，然后我们来挖一挖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会分析一下西贝商业模式的致命缺陷在什么地方，再然后我们来试着理解一下贾国龙当其时到底在想什么，最后我们从这个商业案例当中来尝试总结一些规律，看看能够学到什么。所以本次视频它不仅仅只是讲述一个企业的失败的公关，我们也能够从中学到一些新东西。这个故事要从2025年9月10号说起。那天老罗发了一条微博吐槽西贝，他的微博有2个关键词特别扎心，一个是预制菜，另外一个是贵。在当下这么一个大环境底下，预制菜这3个字基本上就等同于不新鲜、添加剂、没有灵魂的料理包，而贵这个字在理性消费的年代直接戳中了大家对于性价比的痛点。罗永浩其实就是说出那个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他把很多消费者心里面想说但是不敢说或者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的话直接喊了出来。我花了大价钱想吃的是大厨现炒的有镬气的菜，你凭什么给我端上用工业料理包加热的东西？所以这样一条微博一出来，网上立马就炸锅了。正常情况底下，西贝理性的做法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冷处理，私底下好好跟老罗沟通一下，自查问题，然后该道歉道歉。但是贾国龙他偏不，他选择了一条最不可思议的道路，就是和老罗正面硬刚。我跟你说，贾国龙接下来的一些操作简直就是公关史上的反面教材。他分下面3步把自己给坑死了。那第一步是死不承认。9月11号，贾老板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态度特别强硬，斩钉截铁的说，西贝一道预制菜都没有。你们听出问题了吗？那这句话等于把自己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一个本来可以模糊化处理的餐饮行业的概念问题，结果他非要整成一个非黑即白的原则性问题，这个是他给自己挖的第一个坑。而第2步是威胁起诉，而面对接下来网络上越来越多的质疑，贾老板他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加码了。他在采访当中直接点名老罗，说要起诉他，还指责人家是跨出了正常消费者的行为范围。说实话，这样一些小伎俩当然吓不倒老罗，人家可是经验非常丰富，也不想想老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而这个采访呢，反倒成功的把贾老板他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傲慢、霸道、容不下批评的
奸商形象。所以网友的这个注意力立马从西贝到底有没有用预制菜转向了这个老板怎么这么牛逼哄哄的。而第3步也是最致命的一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贾老板会脑袋一抽，做出了决定要开放西贝的后厨。我相信或许他是因为出于对于自己标准化中央厨房的绝对自信吧。贾老板他这个决定开放后厨直播，我们姑且猜测一下，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大家看到我们西贝的后厨多么的干净，多么的窗明几净，多么的标准，这样不就能够自证清白了吗？但是老兄啊，你是严重误判了你自己制定的所谓行业标准跟消费者常识之间的这个深深的鸿沟。9月14号那样一场万众瞩目的西贝后厨开放日来了，结果呢，他们不但没有能够做到自证清白，反而变成了是一场公开的处刑和公开的羞辱。全国媒体都盯着，无数的网友在线围观，西贝精心维护的所谓新鲜好吃手工感的品牌形象被彻底撕得粉碎。大家看到了什么？首先是超长保质期的食材，媒体在冷柜里面发现了保质期长达18个月的海鲈鱼，保质期长达24个月的冷冻西兰花。所以僵尸食材这个词瞬间就火起来了。这个跟西贝它在儿童餐这个产品当中标榜的所谓能现做不预制形成了多么大的反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次，西贝所谓的名厨靓照展示的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个切菜呀、炒菜呀、烟火升腾，给人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么一个厨房的形象，反倒是看到他们的员工把一个一个料包拆开，简单加热摆盘，然后就可以拿出去服务顾客。这些画面通过大家的直播镜头传出来，基本上也就宣判了西贝的死刑。舆论彻底从过去的质疑转向了愤怒跟声讨，西贝从以前所谓的高端西北菜，瞬间变成了昂贵的料理包加热点。所以到这个地方，整件事情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这个不再是普通的舆情事件，而是深刻的品牌信任的危机。贾国龙他从头到尾都搞错了战场，他以为这个是法律跟行业标准的辩论，逻辑就是我这个是叫中央厨房预加工，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预制菜，不等于国家定义的预制菜，所以我没有任何错。但是拜托，公众的战场在常识跟情感的层面，消费者的逻辑非常简单，我才懒得管你叫它什么。保质期2年多的西兰花，它是配不上我花100多块钱的对于这个产品的期待。所以当西贝用所谓理性的行业逻辑来硬刚，来对抗公众情绪跟这个常识的时候，这个结果是一早就已经注定的。所以我们来翻看一下整个事情的时间线，从罗永浩发帖到贾老板这个否认威胁，然后再到后厨直播的翻车，最后门店客流呈现断崖式下跌，日营业额下滑100到300万。每一个步骤都像是在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然后又自己给自己补了一脚。所以整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场由傲慢引发，由创始人亲自导演的自杀式公关的灾难。那大家可能会问，这个真的只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吗？还是说这样一颗定时炸弹其实早就已经埋在西贝的基因里了？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如果说刚才我们看到的只是撞沉泰坦尼克号的冰山，那么现在我们潜到冰山底下，看看支撑这座冰山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企业的基因，强人贾国龙跟他的一言堂。西贝的历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贾老板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个人非常强硬，很自信，还信奉所谓的715的工作制。那这样一种强人治理的好处是执行力特别强，他们抓住了中国餐饮连锁化的这个红利期，可以迅速的扩张。但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企业内部它并没有所谓的制衡机制的时候，贾老板的认知盲区就会变成整个企业的风险。而这样一次公关危机当中，贾老板表现出来的独断专行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再说一说餐饮行业的困境，就是标准化的悖论。中国的餐饮市场到底有多大？
据估计是接近5.6万亿。这么大的一个内卷赛道里面，连锁化的核心就是标准化，要让全国几百家门店口味统一、成本可控、质量也必须要达标的话，那建中央厨房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但问题来了，这样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跟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饮食文化其实天然是存在矛盾的。我们去餐厅，特别是像西贝这样客单价不算便宜的地方，我们要的是什么？是锅气或者是镬气，这要的是新鲜食材在铁锅里大火炒出来之后散发出来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香气跟口感。那如果是要吃预制菜的话，我们用得着花高价出去找餐厅吗？我不会在自己家里弄嘛。所以其实西贝的悲剧就是餐饮行业标准化与顾客想要的锅气的矛盾的极端化的爆发。他试图用工业化的手段去复制跟贩卖手工作坊的体验，而当供应链出现问题的时候，超长保质期的僵尸食材一旦被曝光，这样一种内在的矛盾就会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所以在整场公关危机里面，有2个角色值得特别说一说，他们就像2面镜子一样，照出了西贝的优势跟致命的缺陷。那第一面镜子就是华宇华，这个是西贝10多年的营销顾问，那个非常著名的 I love you 的这个标志以及红白格桌布都是他们的杰作。公平一点说，他们的确在把一个西北菜的品牌包装成城市中产的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餐饮品牌，他们是有贡献的。西贝也为此支付了超过6000万的咨询费。但在本次的公关危机当中，华宇华他们非但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公关建议，而且他们的老板华山还公开力挺西贝去和老罗硬刚，结果就是被罗永浩直接怼成了渣渣。华宇华他们擅长给品牌化妆，但是当品牌遇到危机需要卸妆素颜以对以真面目示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竟然选择了继续涂脂抹粉，涂上了更厚的粉底。第二面镜子是胖东来，眼看情况不对路在焦头烂额当中，这个贾老板他拉来了胖东来给他们站队来救急。他们也在声明当中说要向胖东来学习，而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他也公开发言力撑西贝。很多人可能会问，胖东来他们只是荷兰许昌的一家地方超市，那为什么贾老板要拉一家超市来救急呢？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因为胖东来他们虽然只是一家超市，但其实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商业界的一个现象级的存在。他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将真诚跟利他做到了极致。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你就知道了。在价格上，西贝的定价比较高，成本不透明，而胖东来他直接把商品的进价跟毛利都标出来，让你明明白白来消费。在员工关系上，贾老板他宣扬是715工作制，引发非常巨大的争议，而胖东来的员工薪酬远高于同行，还有不开心价跟委屈奖。而在客户关系上，西贝面对批评第一反应是威胁起诉，而胖东来他们专门设立有服务投诉奖，鼓励顾客来找茬。胖东来在中国的火爆其实说明了中国的消费者他们心态有一些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再仅仅只为商品的功能买单，更愿意为企业的真诚跟他们的价值观来支付溢价。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前一阶段胖东来深陷舆论纠纷的时候，央视公开为胖东来站台，这个传递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胖东来这样一种商业模式就是国家在这个阶段要力推的，或者说东方商业文明。这个重点在于强调爱与自由，它追求企业员工、顾客跟社会的和谐共生。为什么这个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个模式就是与国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其实内核是一致的。虽然贾老板他没有章法，前一段时间着急了胡乱往自己身上捅刀子，但是说实话，胖东来这一招还是有讲究的，因为他慢慢意识到，如果他继续下去跟老罗对轰的话，不但是毫无胜算，而且这样发展下去
不仅 IPO 要泡汤，而且搞不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曝光的过时的商业哲学会招来五雷轰顶。所以贾老板通过这样一个做法，是公开的向朝廷表态，我错了还不行吗？给一次机会，一定好好整改。那我们最后说一说大环境，西贝的危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背景下形成了一场完美的风暴。政策上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大的方向是要平衡效率与公正，国家开始重视预制菜的监管，要强调消费者的知情权。而在经济上，大家的消费回归理性，越来越看重性价比。技术上，社交媒体让信息的传播无限放大，任何企业都不再能够只手遮天，也就是对待社交网络上的这个舆情要格外的加倍小心。而最重要的是社会情绪啊，当社会对于预制菜目前是普遍有负面认知，尤其是在前一段时间预制菜进校园这个话题啊，刚刚在全国范围引发家长的焦虑。在这样一种背景底下，西贝的核心客群他们恰恰是亲子家庭。2023年他们接待了超过640万的儿童，所以当西贝被曝光出来他们使用长保质期的食用食材的时候，这个等同于引爆了整个社会对于儿童食品安全的火药桶。西贝过去的成功是抓住了消费升级的红利，但是它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营销为王的旧时代，没有跟上信任为本的新时代的这个风气。这个其实又是一个老板认知没有来得及更新，没有来得及跟上这个时代的故事。所以大家现在能够慢慢体会到爱生这个频道的价值了吗？那一场公关失败的背后，往往藏着一些商业模式的结构性的缺陷。西贝最致命的弱点也就深植在它的这个价值链里面。我们继续深挖他们的商业逻辑。连锁餐饮的这个价值链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从中央厨房到门店再到消费者。中央厨房的初衷是为了标准化、高效化，这个本来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但是在西贝这个具体案例里面，这个环节发生了异化。为了极致的控制成本跟提高效率，西贝他们在供应链管理上走了极端，他们过度依赖长保质期的预加工的产品。当保质期2年的这个西兰花出现的时候，中央厨房创造的任何关于效率的价值，在消费者眼里面就已经被不新鲜这3个字这样一种负面的价值彻底的抵消，甚至完全覆盖了。我们都知道餐饮行业的这个生命线是新鲜，西贝它以牺牲这条生命线为代价来换取运营的效率，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餐饮行业的本质。西贝的价值链的核心在危机曝光的那一瞬间就已经从价值创造的中心变成了是价值毁灭的源头。那我们也可以用商业模式画布来看得更清楚一些。在价值主张这一栏，西贝向消费者承诺的是什么？是你闭着眼睛点，道道菜都好吃，是高品质、新鲜手做的菜，特别是儿童餐是能现做不预制，这一些都是充满了手工作坊温度感的给消费者的承诺。但是我们如果看回它的关键业务跟成本结构这一栏，后台的运营逻辑却是非常冰冷的工业化的逻辑。中央厨房长保质期食材采购，门店高效复热，而不是现场制作。我们看到了吗？西贝它其实是试图用工业化的成本结构去支撑它画出来的手工作坊式的价值主张，然后基于这个向被感动的消费者收取高昂的品牌溢价。这个是西贝模式的核心。而这2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在危机爆发以前可以被强大的营销跟精致的门店体验隔开，在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情况底下是能够维持运营的。但是当公关的危机，尤其是贾老板他这个自杀式的公关撕开了这样一层帷幕以后，让我们看到后台现实的情况之后，消费者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深刻的背叛。我们可以看看数据，这些数据是最能够说明本场公关危机的破坏力。财务上，危机爆发以前，西贝2023年营收超过62个亿，创下他们的新高。但是危机爆发以后，门店的日营业额迅速下滑100万到300万，客流呈现断崖式的减少。而在运营上，
西贝2023年接待了超过640万儿童顾客，这个是他们非常核心、非常忠诚的用户群体。而本次危机恰恰在这个最敏感的群体当中爆发了信任炸弹。失去了这些宝爸宝妈的信任之后，对于西贝品牌的长期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西贝的问题在于品牌的价值与运营价值的严重背离。品牌价值是它通过营销在消费者心中构建的关于新鲜啊、健康啊、匠心的一些美好的故事跟印象，而运营的价值是它通过他们的供应链最终送达到消费者餐盘里的产品。在西贝这个具体的案例里面，它的运营价值是严重背叛了品牌价值，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价值的堰筛湖。老罗的这个微博就像是刺穿大坝的一根针，瞬间引发了积蓄已久的信任赤字的决堤，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现代品牌的护城河不再是信息的不对称，而是品牌的承诺与运营交付之间的高度一致性。西贝商业模式的缺陷固然是致命的，但扣动扳机的永远是人。可能还会有人问，贾国龙这么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行为经济学跟博弈论的角度去深入他内心的迷雾。首先肯定是过度自信跟信息的茧房，30多年的成功经验非常容易让贾老板形成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跟过度自信。他是真心认为西贝的模式在行业里面已经是非常先进了，所以他才会头脑发昏，开放后土让大家来参观。更重要的是什么？作为企业的绝对权威，贾老板长期生活在一个由下属啊、供应商跟合作伙伴共同构建的信息茧房，身边围绕着一群马屁精。在这个茧房里面，他听到的永远都是赞美跟迎合，而真实的批评被他过滤掉了。所以当老罗的批评出现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反思，而是有人在恶意的攻击我。其次是一个损失厌恶的心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损失厌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于损失的痛苦远远大于同等收益的快乐。对于贾老板来说，老罗的指责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损失，就是品牌声誉受损，更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筹备已久的 IPO 的计划。对于失去 IPO 的机会，这么一个巨大的恐惧压倒了一切，所以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损失厌恶的心理支配底下，他本能的选择了高风险、高对抗的战斗跟硬刚的姿态。我们再说一下博弈策略的错误。如果把本场的公关危机看作是博弈的话，西贝从一开始就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选择错了战场，也误判了对手。贾老板把战场错误的设在了法律与标准的这么一个狭窄的领域，他想要辩论说西贝的产品在技术上不叫预制菜，但是罗永浩和公众的战场是在道德与信任的公共广场，大家讨论的核心其实是消费者有没有知情权，以及西贝的价格和他们的价值是否对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降维打击的情景。西贝他尝试在第一层思考技术的合规性，而舆论跟公众早就已经在第5层进行价值观的审判。所以当西贝还在准备法律文书，准备要起诉老罗的时候，公众早已经被24个月保质期的西兰花这个感性的事实征服，他们在心中已经给西贝贴上了不真诚的标签。从本场教科书式的失败案例当中，我们可以提炼出3条在今天足以决定企业生死的铁律。第一条规律就是认知的鸿沟，既可以是护城河，也可以是企业的坟墓。在过去的话，企业完全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专业标准跟消费者普遍常识之间来建立一个认知的鸿沟，来赚足品牌的溢价。在过去，西贝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今天社交媒体跟直播正在迅速填平这道鸿沟。当后台真相暴露的时候，这样一种优势会瞬间崩塌。西贝的根本性的失败
就在于他始终试图用他自己制定的所谓行业标准去对抗消费者的常识，而最终被消费者的力量来反噬。第二个规律就是在舆论场上始终是情绪大于事实，态度决定一切的。现代公关的核心战场早就已经不再是事实的辩论，而是情绪的共鸣。在本场风波当中，真正激怒公众的不再是预制菜本身，而是贾老板展现出来的那种非常傲慢、强势和对于消费者的蔑视。当一个企业选择与公众进行情绪对抗的时候，无论它在事实上多么占理，其实已经无关紧要了，它已经输掉了人心，而真诚、谦卑、共情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第三个规律就是创始人的认知边界就是企业的生死边界。在西贝这样一个一言堂的企业环境里面，贾老板的个人特质是被无限放大了，他过去的成功经验、性格、情绪管理共同构成了他的认知边界。当危机超出了这个边界的时候，他的决策也就必然会失当。这个案例非常深刻地警示我们，创始人的认知边界就是企业的生死边界。一个企业能走多远，它也最终取决于最高决策者的这个认知的天花板到底有多高。为了更系统地理解西贝的本场危机，我构建了一个叫做价值锚点错位的崩溃模型。想象一下，一个品牌在我们心中设下了2个锚点，第一个叫做营销锚点，是通过广告、装修、高定价在我们心中设定的一个价值感知。对于西贝来说，这个价值感知就是新鲜、手作、高品质，我们是冲着这个锚点才去消费，才愿意付钱的。而第二个叫做运营的锚点，企业在后台为控制成本跟效率实际操作的基准，这个对于西贝来说就是中央厨房长保质期的食材跟标准化的复热。正常情况底下，这个运营的锚点它会隐藏在信息迷雾之后，品牌靠2个锚点之间的巨大的落差来赚钱。但是当危机事件撕开这道迷雾，把冰冷的运营锚点赤裸裸的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这个崩溃就发生了。消费者会发现，他们自己一直相信的跟实际得到的这个差距如此之大，那样一种被欺骗、被背叛的感觉就会瞬间摧毁所有的信任。这个就是西贝的品牌价值在本场公关危机当中雪崩式崩溃的内在机制。好了，故事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最终的总结。老罗永浩的一身预制菜，就像是那个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戳破了西贝精心编织了10余年的皇帝的新衣。老罗的抱怨本来可以只是一次寻常的吐槽，但却因为贾老板的暴露与偏执，意外的演变成了一场荒诞而且代价高昂的质证的裸奔。他以为这是关于预制菜定义的法律辩论，但是他错了，这个从来都不是什么预制菜这个概念的争议，而是关于真诚的一个道德的审判。消费者不关心这些复杂的概念或者定义，他们只关心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我花了100多块钱吃到的到底是不是热腾腾的新鲜的饭菜。当媒体应贾老板的邀请去进入西贝号称开放透明的后厨的时候，所有的辩解在这一刻都失去了意义。保质期2年的僵尸西兰花，就是对于西贝新鲜承诺最无情的嘲讽。而最终杀死西贝品牌信誉的，不是老罗射出的这个长矛，而是贾老板从腰间拔出来的解剖刀。他以非常悲壮的自信，亲手划开了这个品牌华美的外袍，然后向世人露出了里面早已与承诺不符的孱弱的身躯，非常残忍的在身上捅了10几刀。所以这个故事以惨烈的方式告诉我们，在信息日益透明、消费者的心智日益成熟的年代，真诚不再是可以选择的美德，而是必须要具备的生存能力。任何试图与消费者的常识为敌的傲慢，任何建立在信息壁垒之上的商业模式，最终都将演变成代价高昂的自我毁灭。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有收获的话，记得点赞、订阅艾森的频道。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